女人从车祸中醒来，刚爬出车里就被一个黑人警察用喷子对准脑袋。Say something. Please. 看到女人能正确的回答出自己的提问，黑人警察也放下了手中的武器。原来这个城市感染了未知病毒，被感染的人智商为0且嗜血成性，所以这种方法可以鉴定是否被感染。随后两人结伴而行，在经过一个桥洞的时候，与另外一伙幸存者迎面相撞。在确定彼此都正常后，他们组成5人小队，准备去前方的沃尔玛寻找物资。可就在他们撬门的时候，转角处突然出现2只丧尸，众人被吓得菊花一紧，看见活人的丧尸立马就扑了过来。小黑开枪掩护，老黑一枪打爆门锁，几人有惊无险进入商场，并迅速关上肛门，里面看上去很安全，物资也应有尽有。众人分开行动，他们必须确保所有入口都被封死。阿伟走进一家服装店，突然窜出一只丧尸将他扑倒，听到声响的3人立刻警觉起来，不料身后又出现一只丧尸抓住了孕妇。老黑担心误伤他，于是用枪托击打丧尸，不料却被丧尸扑倒在水池中。小美趁机捡起地上的枪，一枪将丧尸击毙。阿伟也解决了丧尸，跟他们会合。看来这里并不安全，他们打算坐电梯去楼上，可当电梯打开的时候，门口却出现了3个保安。交出武器之后，保安才允许他们进入商场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小黑的妻子其实已经感染了，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小黑选择了隐瞒。此时的电视上播放着新闻，事态已经变得不可控制，病毒感染了整个米国，被咬或者被抓都会感染。唯一杀死他们的方法就是爆头。为了确保这里足够安全，他们清理掉了商场内的所有丧尸，还在楼顶写上了巨大的求救信号。然而丧尸仿佛装了导航，都不约而同地朝商场聚集。这时突然有一辆货车朝商场驶来，阿伟和小黑准备开门接应。经过一番苦战，车上的8名幸存者成功进入商场，可其中一个女人被感染，很快就变成了丧尸，最终被小美送去西北。商场里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，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世界末日，可惬意的生活即将被打破，因为小黑的丧尸妻子即将临盆，丧尸妈妈顺利产下一只丧尸宝宝，母女平安。可这一幕被一个阿姨发现，她迅速掏出手枪击毙了丧尸，但同时也被小黑开枪打中。阿姨倒地之前打中了小黑，3人最终同归于尽。其他人听到枪声赶来，看到了这凄惨的一幕，小黑的怀中抱着一个婴儿。小美掀开一看，丧尸宝宝竟然活蹦乱跳，这么可爱的宝宝当然要送他去西北。众人经过简单的祷告之后，觉得这里已经不再安全，而附近的湖中央有个小岛，他们决定开车前往码头。说干就干，车库刚好有2辆大巴，他们对大巴车进行了改装，准备好武器弹药后，便开着装甲车前往码头。改装后的大巴车果然无坚不摧，直接无视肛门。然而外面等待他们的是成千上万只丧尸。